大家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:07，这里是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。那好，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。目前看的是 Coinbase 基准4小时线的 K 线图啊。这一段时间交易做的不太好，始终都是止损离场，止损离场。之前在这儿止损离场，然后在这儿又是止损离场，然后这个位置长期上升通道的下轨破位了啊，破位了以后也是止损离场，连续几单的止损离场，然后这个时候它实际上是一直给着底背离，然后还有就是成交量也有一些放量，按理说还是应该是做多，但是连续的止损离场导致怎么样？是个正常的人都会有一些顾忌，会不会还是阶梯式的麦当劳行情再接着往下破位？但是这边也是这种情况，破位以后又收回来，这边也是破了位以后又收回来。那这个位置会怎么样？假破位完了一定会收回来吗？不一定啊。历史的这种涨或者跌的这种概率，它跟现在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啊，它只是有这种情况之前过往。现在美国的政坛也比较混乱，世界的政治格局也比较混乱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资本市场也一定会受到影响。受到什么样的影响？是利好还是利空？不好说，都太复合了。但是有一点，在 K 线分析以后，你在这儿还是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做多的。然后你要是再次破位，上方止损就是做空。然后我们从波动理论上来看，这个位置很像什么？非常像 WXY 的调整。如果这个调整一旦结束，前高11万一定会突破上去的啊。但是不知道这个 Y 浪结束没有结束，不确定，像结束的样子。高点、低点、反弹点，扩散型的啊。它刚好走到 1.618 的位置啊，调整真的有可能结束了啊。还有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扩展，高点、低点、反弹点，272不到， 1.272不到。总之也是一个做多的机会啊。还有就是小范围的看，更小的时间级别，下降通道现在回踩过后继续向上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啊。所以你可以把止损位放在这儿也可以，现在做多的话。好，比特币也就是这样啊。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，也是给了底背离啊，这个位置底背离。我们再看一下美金，相对还是不看好人民币啊。好，
还有就是近期比较热的派币啊 ，Pi Network， 这个币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完了，我看很多大陆的朋友参与这个项目的人也挺多，变现是一小撮，大部分人还是质押或者是还没得到 KYC 认证的，各式各样的都有啊。很多人拍大腿，很多人呢又觉得这个项目不靠谱，有些人呢已经上头到这个项目有多少币，所以我就可以了，不是那样简单的问题啊，还是你的认知，还有以前各种大 V 所谓的这个主播，这些人的话就可以忽略了啊。懂几个问题，一个搞自媒体的，他懂区块链吗？他懂实物资产通证化，新的这种商业模式分配机制，他懂几个问题，他随随便便就判断这个项目一定行，这个项目不行。雷军都不知道小米速7行不行，你一个搞自媒体的骗流量的三两句话你就给断了，别吹牛了。还有大众小白散户们，不要指望着看一两个新闻，看一两个你喜欢的大 V 主播，完了你就想在这个资本市场赚钱，别做梦了。还是回到初心，你能把握多少，你能认知多少，你认知的到了，然后你行为也能跟得上，动作也能跟得上。比如说派币，几年之前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，你要研究学习，然后尝试，只要没有风险，你可以选择做或者选择不做。包括这个交易也是一样的啊，我只能确定这个位置我止损这些，这个位置我止损这些，我不伤筋动骨。然后这个位置呢好像破位了，我再犹豫一会儿，我抓不到最低点，但是大的我能抓到就可以了。我要看的是这个暂时的这一小阶段的连续止损无所谓的啊。所以说希望大家明白，永远都是守住本金，控制风险，然后认知以内的你才能赚到，包括像派币这种，认知以外的你不会上心的。即便是你有运气拿了很多派币，你要着急前两天0.5几的时候，你可能全部卖掉了。所以说市场给予的永远是运气啊，这个世界太大了，你不了解的未知的领域太多，所以谁又能好好判断呢？判断不了。但是你能判断什么？你自己到底几两重，你自己到底认知多少问题，你自己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，扛多大的风险。风险、责任、认知、能动性永远都是成正比的。那好，这一节就分享到这儿，希望大家交易顺利，多多赚钱。我们下期再见。